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活哪一个我。在最近的聚会中，我们多次提到加拉太书2章20节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经文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好像一面说我死了，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为什么好像又说我活了？因为他说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。保罗活的是哪一个我呢？我们要怎样活呢？在这里，保罗把如何不活在宗教律法肉体里的秘密告诉了我们，既不需要我们痛苦地去钉十字架，也不用靠我们的努力把基督的生命表演出来，而是信入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，连于他而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，那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原本因着罪而死的灵被点活了，使我们可以连于他，与他成为一灵。因此，我们若要经历与主联合的实际，就必须运用我们的灵。当主成为人，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是神性调着人性而活。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他的人性就被拔高到神性里，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因此，当我们在灵中，就要连于基督所经过的一切过程所带来的实际，了结了旧造，产生了新造。我们的旧我因着十字架被终结了，基督就要在这个新我里面活过来。这个活绝不是凭着改造或是交换，乃是与主联合并调和的生命所活出来的新我。几周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，再次印证了保罗的经历。记得那天在处理召会的文件时，我非常的自信，没有仔细阅读提示，就匆忙地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，导致服侍的弟兄姊妹以为召会的文件被骇客入侵了。若是召会的丰富被仇敌破坏了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。他们非常担忧，立即审慎迅速的交通询问。当弟兄姊妹发现原来这跟我有关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却是竭力表现得很无辜，用不熟悉电脑操作为理由为自己辩解，只在意人能够理解我的苦衷，对于解决问题并不关心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弟兄姊妹只能无奈地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人。我独自坐在那里，安静下来，终于转向主。他在灵里的责备是坚定的，光照是清晰的。这一刻，我看见那个平时自以为爱主属灵的我，其实极其丑陋，满了肉体。为什么我如此顾惜保护这个旧我呢？不能安静地接受弟兄姊妹们的帮助，简单承认自己做错了呢？为什么还相信天然的旧我可以解决问题呢？为什么不能相信我的灵，连于主的自己，经历旧人被了结，让新我同着基督活着呢？虽然信主多年，在每天的生活中，还是习惯用那个旧我的心思和力量来做属灵的操练和服侍的工作。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壮大了那个旧我，使我骄傲自满。外面看起来能干得胜，里面其实是软弱失败的。此时我向主悔改，有一种轻柔却刚坚的力量扶持并催促我向弟兄姊妹们认罪。我站起来，向他们缓缓走去，承认我的罪。我一点不觉得丢脸，
顿时觉得舒畅和释放。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